给一个10分钟的视频，手工配音效，2小时起步，配完还不一定好听。难在哪呢？音效难找，时间轴难对，响度时长不好控，可能都有。那交给 Agent 自动配呢？音效加了不少，可总感觉差点什么。差的不是声音，是那一声该在哪，为了什么响。这期呢，带你走一遍另一条路，不从找个好听的声音开始，从事件开始。先纠正一个误区，音效不是装饰，旁白负责把意思说清楚，画面负责把对象和关系摆出来，音效只负责一件事儿，让该被听见的状态变化响起来。所以让 AI 配音效，不能从来个 whoosh 找个好听的 click 的开始，得从事件开始。文件进来是 fill enter，两端连上是 flow connect，规则没命中是 risk flag，人工通过确认是 check confirm，真正大结论落下才轮到 concluding slam。注意，我说的是事件，不是音效文件名。同一个声音贴在不同事件上，意思会变。重击拿去做普通卡片入场，显得过度；警告声拿去做成功确认，观众会直接被误导。更反直觉的是，很多地方最好的决定是静音，普通硬切，重复入场，旁白已经把重点讲透的句子，都不需要为了证明我配过音再补一声。先定义事件，再匹配声音，这个顺序给 Agent 留下可执行的规则，也给你下次改稿留下回头检查的锚点。那从哪开始呢？Agent 不能靠猜文件名。第一步是维护一个共享的音效库。现在这个文件夹里有39个音频文件，数量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每个能用的声音在这个 YAML 文件里都有身份。什么身份呢？它适合什么事件，不适合什么事件，是什么材料，能量和明亮度在哪个区间，时长多少，现在能不能进入候选。只有这些元数据被写进库里， Agent 才知道遇到 flow 点 connect 时该匹配哪种材质的 click。 skill 匹配时是这样走的，先把重复和待复合的排除，再看 useful 有没有命中， avoidful 有没有冲突，最后才按材料、能量、亮度和时长排除2到3个事情候选。这一步做完，一堆 MP3 才不再只是文件夹，它变成了流程能读懂、能复用、能检查的资产库。音频文件哪来呢？推荐3个赞。演示用的这39个，大部分从这几个站下载的。下载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搜也不要紧，根据这个 skill，Agent 会给你具体的搜索建议，指导你应该输入哪个关键词搜索。还有一点要强调 ，catalog 点 YAML 不是手写的，是让 Agent 根据这份 README 文档自动生成的。有了音效库，也别急着拿口播稿给每一句编描述。音效的时间码必须以最终旁白、SRT 字幕或已实现的时间线为准，不能拿口播稿估算。我个人的经验是，整个 Hyperframe 视频项目除了音效，其他全部完成之后，再让 Agent 根据这个 skill 来配合适的音效。这条规矩看着小，挡的却是最大的坑。20几条声音都贴完了，录音一改，全部错位。时间对齐之后，新问题来了，到底该有几声才既不干也不吵呢？这就是 Knowledge Video Skill 真正开始干活的地方，也是自动化真正产生价值的地方。这个 skill 会先读口播、分镜、画面说明或合成源，再读共享的 catalog。每碰到一个候选点，他要回答3个问题：观众此刻要理解什么？画面里哪个动作承载它？旁白里哪句话解释它？3个都对上了，才值得建一条 CUE。接下来不是盲目扫一遍，是先定密度。
稳定口播大图为主的选 Sparse，带关系图、流程卡和章节动作的选 Balanced，连续 UI 操作和状态变化才考虑 Dense。那 Balanced 的举例，目标是每分钟3.5到5条 CUE，这不是逼你凑数量，是一条覆盖检查线。Skill 还会回头查每段连续20秒，如果这里已经出现2个以上重要、可见、语义不同的状态变化，却一声都没有，要么补上最强的那个锚点，要么明确写下来这里为什么该静音。反过来，同一个长场景也不一定只能有一声，只要每一声承担的分别是定位、连接、风险、确认或结论，而且彼此不抢旁白，它们就不是重复。所以自动化做的不是多加音效，是把2个风险一起摊到桌面上，漏掉重点和机械乱加。跑完之后，项目根目录会多出来一份 YAML 文件，它不是一张已经配好的清单，是一张可以审的提案。每一声都写明事件、视觉锚点、旁白锚点、候选、默认选择、争议和状态。这里最要紧的一条 selected 只是默认的视听选择， performed 只是音效库里优先视听的资产，这2个都不等于 approved。这条状态纪律防的是一个很隐蔽的问题，半自动流程很容易在不知不觉间被当成已经自动完成，只有在目标镜头里真听过才谈得上批准。起因不能抢旁白，落点要压在动作上，尾音不能拖到下一层意思，连续几声也不能让观众觉得疲劳。不合适怎么办？换第2候选，库里确实没有合适的，就标成 blocked。这里要补充一点，当前的库里面如果确实找不到合适的，可以让 Agent 再给出建议，再上网站上进行搜索下载，再跑一遍前面的流程。别为了把表填满，硬塞一个勉强的声音进来。这一步看起来没把人省掉，但他把人的工作从漫无目的翻39个文件，收成了围绕少数几个有明确理由的候选做判断。到这儿你可能会问啊，既然还得一条条试听，那到底自动了什么呢？自动化接管的是5件重复劳动。第一，从脚本分镜和合成原理找出语义锚点。第二，按共享规则筛掉不该用的资产。第三，给每条候选留下能回看的理由。第四，检查密度，找出漏掉的语义段。第五，批准以后按 CUE 表把选中的本地音频接入 Hyperframes 的时间线。接入前还有一道校验，候选 ID 是不是真的在 Catalog 里，状态和时间权威合不合规，已批准的条目能不能找到对应的本地资产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下次你改口播3场景，重录一段音频，不用靠记忆去翻，我上次在哪儿加过那一声。你手上有一份能重复检查、重复试听、重复执行的项目级记录。改稿之后，你可以重新跑一次候选和覆盖检查，而不是把所有的旧镜头从头翻一遍，靠印象判断哪里曾经有声音。Agent 处理重复的搜索和记录，人保留对语义和听感的判断。这次工作流的更新不是多了一批音效文件，是多了一条能审核的路径。共享库说明有什么 ，Skill 呢找出有意义的候选 ，CUE 表留下理由，视听做最后决定，批准了才接入时间线。顺序上还有一条底线，旁白没说清，先改旁白；画面没讲明白，先改画面。信息本身立住了，音效才在关系连上，风险出现，状态确认，结论落下，这些位置多给一层准确的提示。它不替代内容判断，它让内容判断有了一份可以复查复用的记录。这里再强调一次，先定义事件，再匹配声音。上一期讲的是怎么把知识内容做成一个可控的视频项目，这一期补上的是怎么让音效也接入同一套可复用、可审核的流程。如果你也在做知识视频、产品演示或教学短片，把这2集一起收藏，下次开新项目，别从找个好听的音效开始，从
这一声要帮观众理解什么开始。对了，这期视频用到了 skill 以及一些说明文件，我都传到了自己的 GitHub 开源仓库了，仓库地址我放到简介里面了。当然，这39个音频文件是没有上传的，因为它可能牵扯到一些版权问题。如果确实想用这几十个音频文件练练手、学习用的，可以给我私聊，单独发给你。